得吗？当你们年轻的时候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讲 baby 啊、换 diapers 啊、去哪间学校啊、哪个老师好啊、哪个校长很好啊、很不好这样啊。然后慢慢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讲我们的父母啊。对，所以我是觉得，哎，刚好今天我们3个人就可以来聊一聊啊。是，所以说义气相挺之外，生姜今天的身份也因为你自己也算是看护者嘛，对不对？我妈妈也是失智了。你后来发现说谈话的时候，真的5个人里面可能3、4个家里或者都有认识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很多这个问题。我想一个可能是人活得比较长命了，以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就走了，现在走到了这个阶段，会走得更久。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失智者的故事，就是我记得一个老太太跟我讲说，她的先生已经白发苍苍了。她说她先生患上失智症的话，她印象最深刻就是她先生每一次外出的时候，都会去摸女生的屁股。对，而且她跟我讲，我老公还很会挑，都挑漂亮的。对，对。可是她每一次都要跟那个当事者道歉，说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这样的个案呢、好像失智症不只是失忆不记得那么简单，对不对？从媒体啊，这不是这几年来电影啊、电视剧，你有没有发现电视剧啦哈的那些都很多都出现失智的状况。然后失智状况，我常常觉得他们就把失智等于忘记，等于就是失去记忆。你们看到很多电影就是这样吗？然后又问很多遍。当然，失去记忆是失智的其中一个部分。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感同身受，像我妈妈这样我就会觉得，其实失忆对于看顾者来讲，是最容易handle的。其实最难的，其实看顾者家庭面对的一个最重要而且最艰难，就是当他那个失智的家人的那种，你刚才讲的那种脱序的行为啊，好像你刚才这样讲的，出去就去摸人家的屁股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3更半夜跑到楼下去，把衣服脱光了，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每一天晚上另外一个我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这样，3更半夜就说对面有人要跳楼了，然后就要他的孩子载他去找哪一个人要跳楼了。每一天其实是没有了，他都没有。所以可是你不带他去，他就不要睡，他就跟你闹通宵咯。通常就是这种我们叫做 very disruptive behavior， 这种很脱序的行为，慢慢的，你就会把那个失智者、看顾者的，你就会被他拖到最后。我们华人有一句话，百病床前无孝子。很多我们社工面对很多问题，就是到最后那个看顾者自己也垮了。所以我就慢慢的明白了，其实这些的脱序的行为其实带给那个家里的人的那个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你刚刚开始我们就跟他吵架啦，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是不想找回了，因为你很难去面对他嘛。直到后来你才慢慢的面对。我也很感谢，因为我是社工，所以我就周围很多的社工啊，我的医生的朋友啊，这些他们就跟我讲很多这样的例子，说慢慢我就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明白是一回事嘞，你回到家碰到他那种不可理喻你还是OK。每一个失智症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照顾失智症的看护者，其实他都有时很难从别人的经验里面取得说怎么去处理我眼前这个状况，因为是不一样的。